随着俄乌战场形势的明朗，乌军从本月开始发起大反攻，收复了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俄军开始溃逃，逐渐被逼入绝境。战争胜利的天平似乎开始向乌克兰倾斜。为此，西方担心普京为了扭转败局，可能会动用战术核武。一旦普京这么做，后果极为严重。对此，美国发出了警告。那么俄军是否会插旗跳墙，使用战术核武器来挽回俄军在乌克兰遭受的巨大损失呢？不得不说，俄罗斯有个好爹，他的战术核武器都是继承自苏联，而苏联作为曾经的天花板，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发展战术核炸弹。1955年，第一种近程核导弹服役开始，到1957年，在东欧部署战术核武器，再到1977年，首次成功部署机动式固体燃料 SS-20 多弹头中程核导弹。短短20多年，便将战术核武器的射程、命中精度、可靠性和生存能力拔高到了当时最顶尖的地步。不仅缩短了战备反应时间和再装填时间，而且显著增强了战术核武器的实力。当然，同时期的还有美国，这个稍后会讲到。据美国背景材料和西方其他报刊的披露，冷战时期，苏联共拥有核弹头27000余枚，其中战术核弹头就有16000余枚。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自1991年开始，大儿子俄罗斯便由于种种原因，开始大规模削减自身核武库。据目前估计，俄罗斯大约有1830枚战术核弹头，这其中俄海军拥有最多的战术核武，差不多有820枚，可用于陆地攻击巡航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反潜火箭、防空导弹、鱼雷和深度炸弹等。这些武器可以被潜艇、巡洋舰及陆基和海基海军飞机使用，而俄罗斯所有类型的攻击潜艇都装有一种或多种被认为具有核能力的武器系统。就像俄海军最新的亚森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便装备有8座 CM346 通用联装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携带双功能 SSN-30 陆地攻击巡航导弹和 SSN-26 反舰巡航导弹，还可以携带具有核能力的 SSN-16 反潜火箭和鱼雷，或是像波塞冬无人潜航器一样，既能携带2万吨 TNT 爆炸当量的战术核弹头，也可以携带常规弹头。采取核动力推进，全球都去的。作战时能下潜到1000米以下航行。另外，俄海军的许多水面舰艇也都配备了被认为能够发射核常兼备的武器系统。而空天军是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的第2大用户，大约有530件此类武器，主要用于装备图22、苏24、苏34和米格31。当然，按照俄空军的尿性，说不准未来苏57也将有望具有核能力。这些俄空天军战机都可以装载核重力炸弹，像其中的图22还可以发射 KH-22 空射巡航导弹和其的改进型 KH-32。除此之外，俄军在空天防御和反导作战中也会使用核弹头。据保守估计，俄罗斯的防空部队差不多有300枚核弹头和68枚用于莫斯科弹道防御系统的邓零拦截器，再加上海防部队的数量，从库存大约有380枚左右。另外，俄陆军的话，至少有70枚是用于短程弹道导弹的弹头。在俄空天军方面，俄罗斯开发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该导弹开起来与伊斯坎德尔系统使用的 SS-26 短程弹道导弹类似，最大飞行速度超过10马赫，射程能达到2000公里，可由米格31发射，专门用于打击陆地和海洋的目标。据报道，俄军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于9月16日又一次出现在乌俄战场上，摧毁了乌克兰西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附近的一个武器库。但奇怪的是，乌俄双方都没有评估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损失。而俄陆军的短程弹道导弹部队差不多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建设，其中一项便是用伊斯坎德尔代替 SS-21 圣甲虫。不过这俩都具有双重功能，可以使用常规弹头，也可以使用核弹头。像 SS-21 发射器便能携带发射1枚射程为120公里的导弹，而伊斯坎德尔发射器则可以携带2枚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另外，还有俄罗斯的 2S-7M 马卡尔自行榴弹炮，也完成了现代化改装，具备了发射战术核炮弹的能力。以上便是俄罗斯目前的战术核武器的力量。
咱们先将俄军是否会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放下，假设俄军真失了智，用了战术核武器，乌克兰能否应付得了？俄罗斯又会有怎样的下场？都说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因此核武也只能用核武去平衡。作为曾经苏联的加盟国，乌克兰是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的，而且不仅仅是核武器，它还能制造出核武器载体的能力。比如乌克兰现有的原点 U 导弹发射系统便完全可以搭载核弹头。但我们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虽然当初苏联解体，二儿子乌克兰继承了苏联一个重要的核武库，但是在1994年的时候，乌克兰、美国、英国以及俄罗斯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乌克兰将自身的核武给销毁了，而俄罗斯、美国和英国保证基辅的安全。只不过乌克兰万万没想到，俄罗斯会如此不要脸皮，反过来侵略自己，这份备忘录也就此失效。乌克兰重新制造，拥有核武就有了可能，当然也只是可能。因为有能力造核武是一回事，乌克兰敢不敢造就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当今这个环境下，不仅俄罗斯不允许造，美国也不会允许，国际社会就更不用说了，肯定也是不允许的。国际社会有核不扩散条约，乌克兰也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如果乌克兰要造核武器，在乌俄战争期间只会成为众矢之的。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里·库列巴就明白这个道理，在2月20日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是个错误，但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虽然乌克兰自己无法制造核武器，但是根据基辅安全保障协议草案，乌克兰下一步是要与北约组建军事联盟的。虽无北约之名，但已有北约之实，再加上北约的共有核武器政策，乌克兰如果想要获得核武器，相比于朝鲜、伊朗等国家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俄罗斯率先使用战术核武器，那北约就有理由为乌克兰提供对应的核武器，俄罗斯的核威慑就不攻自破了。到那时，乌克兰也许会顺理成章地再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核武，同时也意味着俄罗斯的入侵也将宣布彻底失败，俄罗斯将成为世界孤立的弃儿，彻底失去公信力。对此，普京还是比较清楚的。因此，俄罗斯大概率不会使用战术核武器。那假如俄罗斯还是要执意使用战术核武器，乌克兰能从北约获得哪些战术核武器？或者说，北约拥有哪些战术核武器呢？北约诸国火力军肯定是要以美国为例，因为北约共有核武器政策的核武器是由美国提供给其他没有自己研发核武器的成员国的。美国作为一个核大国，近些年来也加强了战术核武器的研发和部署，不仅重启了海基战术核武器，还对空基战术核武器进行了更新换代，在使用战略核武上也更加激进。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研制战术核武器的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便开始发展战术核武器，并于1952年部署了第一种适合战术飞机携带的轻型核炸弹，比俄罗斯早了3年。在冷战期间，战术核武器是美国为盟国及伙伴国家延伸威慑的重要手段。当初为了瓦解苏联在中欧的钢铁洪流装甲优势，美国与北约在欧洲战区曾部署了近10000件战术核武器。而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为了应付大规模战争制造的战术核武器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便开始宣布削减和销毁部分核武器，并陆续将战术核武器从欧洲、亚洲等地区撤出。目前，美国拥有760件战术核武器，其中差不多200件部署在欧洲多国。而在海湾战争爆发之后，局部战争和反恐战争又为了新型低当量战术核武器发展提供了现实需要。同时，精确制导技术的突破也为新型低当量战术核武器研制奠定了技术基础。美国政府认为，面对其他大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与美国政府矛盾的不断激化，现有的核威慑体系已经过时了，无法对其战略竞争对手形成有效威慑。而通过发展和部署小型核武器，并与高精度的载具配合，既可以直接支援陆海空战场作战，打击到敌方战术纵深内的重要目标，弥补常规打击能力的不足，还可以形成具有不同威慑及毁伤效应的威慑手段。因此，美国目前十分重视战术核武器的实战作用。
如今，研制实用性更强、精度更高、威力更低的战术核武器是美国发展的重点。在2017年，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一份核武库的升级报告书，计划在6年左右的时间内花费500亿美元，全面升级战术核武库，保证在2035年之前能够重新实现对俄罗斯的战略核优势。而美军的具体行动如下：2019年3月，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20财年国防预算法案，把用于研制低当量核导弹的费用增加了3.8%。美海军便抓住了这次机会，开始为俄亥俄级核潜艇携带的潜射弹道导弹研发新的战术核弹头。2019年11月，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潘塔克斯工厂完成了首批约50枚 W762 战术核弹头的生产，并移交给美国海军，用于替换现役俄亥俄级核潜艇搭载的 W761 核弹头。作为 W761 的缩小版， W762 是一种小当量的战术核弹头，可大批量生产，具有很强的兼容性。除了潜射弹道导弹外，美海军还将重启海基核巡航导弹。这种战术核武器可能基于战斧巡航导弹研制，射程超过1500公里。另外，美军从2019年开始用 B6112 核炸弹取代武器库中现役 B6113、B6111等4种核弹。B612是 B61延寿计划中诞生的最新型号，改进重点在于增加自旋火箭和安全与保险装置，安装全新的精确制导尾翼组件和新型制导系统，其原概率误差号称不超过30米。其战斗部4种可选的爆炸当量 0.3 千吨、1.5千吨、10千吨和50千吨，并具有钻地能力。目前，该核炸弹已经在 F-15E 打击鹰战斗机上成功进行了测试。未来 F-35也可以携带该核炸弹，因此若北约愿意支持战术核武器，再结合乌克兰现有情况，最有可能获得的战术核武器种类应该都是一些小当量的核炮弹、核地雷、反潜核导弹、战术巡航核导弹、近程地地核导弹、战术飞机携带的核炸弹等等。到现在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美俄都是世界超级核大国，打核战意味着什么？普京和拜登比任何人都清楚。国际顶级期刊 Natural Food 曾发布预测称，若核大国之间互扔核弹，那么会造成世界50亿人伤亡。而根据联合国安理会5大国的共识，打核战是没有赢家的。因此，只要美俄两国不想自行毁灭，他们不会轻易走向核冲突。而且，打核战并不符合美俄的自身利益。俄罗斯还得通过常规战争来获得胜利。乌克兰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虚弱，它已经不是那个签订雅尔塔协议的苏联了。所以，俄罗斯还是早点退出乌克兰并做出赔偿，集中精力搞自己的经济建设吧。好了，关于俄军是否会动用战术核武，你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